你感觉周围很多人都做了 YouTube 频道，你也想在2021年开通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但是你担心 YouTube 已经太过饱和，现在进入 YouTube 只是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2021年还适不适合当 YouTuber。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在问，今年进入 YouTube 是否已经太迟了？ YouTube 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过度饱和了？现在进入 YouTube 会不会已经竞争不过那些大频道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是这么问自己的，结果我还是开通了 YouTube 频道，快1年过去了，我获得了接近2万的订阅人数，所以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你，2021年开通 YouTube 频道一点都不晚。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 YouTube 这个市场是否已经过度饱和了，并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进入 YouTube 一点都不晚，你反而会有很多的优势，并且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分享给你正确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方法，让你的频道不会像大部分频道一样无法坚持做下去。现在 YouTube 上有5000万个频道，这个数字非常的大，会让你觉得 YouTube 这个市场已经充分饱和了。但是大部分的频道由于他们没有正确的 YouTube 频道运营方法，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达到1万个订阅人数。所以只要你运用了正确的方法，就能够超过大部分的频道。虽然每年都有大量的 YouTube 频道出现，会让人觉得不管是哪个频道领域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是同样的话题，也是从不同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去阐述一个问题，并且每个人都有无法复制的特质，例如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每个人的声音不一样，所以会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你会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影片，并且观众不是只关注一个领域的一个 YouTuber， 他们会关注很多这个领域的 YouTuber。正如我之前说的，即使是同样的话题，每个人覆盖的方面不一样，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阐述同一个话题。所以你不要担心你想要进入的领域有很多人在做，只要你展示出你自己的风格，展示出你的特色，告诉观众你独特的见解，他们就会关注你的内容。同时，如果一个领域有很多人在做，并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这个主题有很多人关注，有很大的需求，你会获得更多的流量。那么为什么你现在进入 YouTube 会有更多的优势？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信息全面，现在 YouTube 上会有分享很多样的信息，例如很多频道都会分享如何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方法，例如我的频道。现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已经不是一件毫无头绪的事了，有很多频道在经营了好几年 YouTube 频道之后，总结出了方法，与观众分享他们的方法，他们之前所犯的错误，这对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会让你节约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运用正确的方法，你不用浪费时间在那些错误的方法上，你不用去试错，因为已经有很多的频道帮你试过这些错了。所以现在经营 YouTube 频道你会更加容易，因为你可以运用更多正确的方法。除此之外， YouTube 后台的数据越来越完善了， YouTube 后台数据在不断的升级，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影片、你的频道所有的表现数据。举一些很实用的数据，像是影片的展示点击率、续看率、观众何时离开你的影片、你的频道流量来源、你的影片流量来源。如果你能够仔细的观察这些数据，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你频道最近表现好，为什么这部影片表现好，种种的频道表现你都能够从数据分析出来。所以现在进入 YouTube 你会有非常全面的数据，会让你从中观察、从中分析，并且做出改变。第二个优势就是算法越来越完善， YouTube 为了最大程度满足观众需求，所以它的算法每年都在进步，所以现在的算法能够非常精确地帮助观众找到他们想要看的影片。以前我们总会有这样的顾虑，只有那些观看量很高的影片才会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才会出现在 YouTube 首页上。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只要是观众想要看的影片，表现好的影片，都会有机会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出现在 YouTube 首页上。这就意味着，只要你做好了影片的 SEO， 提高了影片的表现数据，不管你的频道大小，你的影片还是有机会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出现在 YouTube 首页上。所以现在进入 YouTube， 你会有更大的机会成功，因为观众能够更容易的找到你的影片，发现你的频道。如果你想更加了解 YouTube SEO、YouTube 算法，可以点击现在上方出现的卡片，
这里面的影片能够让你更加了解 YouTube SEO、YouTube 算法。第3个优势就是收入增加。我相信大部分人进 YouTube 频道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广告收入。那么恭喜你，如果你现在加入 YouTube，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在2020年7月之前，只有超过10分钟的影片才能够加入中间的广告。但是在2020年7月 ，YouTube 做出了政策改变，现在只需要超过8分钟时长的影片就能够在中间加入广告。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大家都能够提高 YouTube 广告收入。在此之前，很多创作者都在努力的把影片做到10分钟以上，但是现在他们的压力就小很多，因为大部分人都能够把影片做到8分钟以上。所以你现在加入 YouTube， 你能够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相信如果你看到这里，你应该很想开通 YouTube 频道了。这里我分享几个正确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方法，让你的频道成长得更顺利。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做调查研究。在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调查你的主题领域，去看这个领域里面有什么大频道，去看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内容，他们哪些的影片内容获得很多观看量。然后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影片是怎么样剪辑的，他们是如何开场的，他们加入了什么样的效果，加入了什么样的转场，去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思路。同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表现最好的影片，去看看观众有什么样的评论，他们的观众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资料你都可以收集。这里大家要注意，你不能直接复制他们的内容，你要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内容。第二点就是通过制作影片提高。很多人会担心自己还没有好的设备，还不熟悉影片剪辑，所以会一拖再拖。如果你打算做 YouTube 频道，你就要赶紧行动起来。你不要担心影片不够好，担心影片没有人看。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影片放到 YouTube 上，你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提高的，你是不知道你的影片是否是观众喜欢的。YouTube 也没有办法给你数据，让你知道你的频道出现了哪些问题。你的频道的前10几、20几部影片都是让你在不断的做测试，让你找到方向，让你找到观众的口味。所以停止这些不必要的顾虑，开始制作影片才是你最快提高的方法。第3点就是了解算法。了解算法的意义就是在于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才会让你的影片有人看，才会让你的频道被人发现。很多人会抱怨说自己的影片没有人看，很大的原因就是不了解 YouTube 算法。YouTube 算法掌控着 YouTube 这个平台，它能够控制观众在搜索什么关键词的时候会出现哪些影片，什么样的影片会出现在 YouTube 首页上，什么样的影片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里，它们的排列顺序是如何。YouTube 算法很重要。如果我们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游戏，那么 YouTube 算法就是游戏的规则。你必须了解规则，遵守规则，才能够取得成功。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 YouTube 算法的所有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深入了解 YouTube 算法是如何运行的。第4点，传递价值。如果你的每一部影片都能够传递价值，那么你就能够吸引到很多的观众。价值包含着不同种类的价值，你可以提供给观众信息，你可以帮助观众解决某些问题，你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娱乐，让他们放松身心，这些都是有用的价值。当你重视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频道会有不一样，观众对你影片的评价也会不一样。你的影片不是给你自己一个人看的，而是给 YouTube 上千千万万的观众看的。当你给出越多的价值，你就会得到越多的回报，你的影片表现就会越好。第5点就是坚持更新。我认为这是做 YouTube 最难的一点，特别是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 YouTube 算法还不熟悉你的频道，也没有很多人认识你的频道，所以就会导致你的影片很少人观看。所以在你频道的前10几部影片里面，很有可能只有几个人观看，或者几十个人观看。所以这就会导致有很多人由于缺乏耐心，还没有度过平台期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度过这个平台期，通过不断的更新影片，慢慢提高，不断的优化影片，让 YouTube 算法更加熟悉你的频道，那么在度过这个时期之后， YouTube 算法就会知道应该把你的影片推荐给哪些观众，哪些观众才是最适合你频道的观众。所以一个新频道在前期的时候，影片没有人看是非常正常的。你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更新影片，不断的优化影片，提高影片的质量，来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期。2021年开通 YouTube 频道绝对不会太迟，现在 YouTube 还充满着很多的机会，并且你现在加入 YouTube， 你会有很多的优势。例如我的频道里面已经分享了很多关于快速增加订阅和观看量的方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这些影片会帮助你的频道更快速的成长。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我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